海豹08内饰什么时候能看？今天准备好了？我首先要再拍一次车外，为什么？因为这个颜色叫云雾白，这是揭秘的第3个颜色。一开始工作人员跟我说这是一个好特别的颜色，我想了一下，但我看到实车，我没有想到这是一个这么纯净、这么洁白的一个表达，就是给你的冲击是很强的，你知道吗？就让我感觉现在的比亚迪真的是越想越明白了。海豹08我拍2次，我觉得2次的颜色都很好看，而且就是你凑进去看那些颜色的时候，你是能看得到，它真的是加入了很多那种超细的一些珠光粉。据说这次的珠光粉叫红绿的变色龙理，这是第1次用啊。红绿变色龙理就是说不同的光影所打下去的时候呢，它会有不一样的一个呈现，不一样的一个表达。而其实你远看，它有点像那种云朵的那种感觉，但是你走近看的时候，它又有那种像珍珠一样的润、滑、闪、亮。一句话总结，化繁为简，咱们玩的就是优雅高端。来，正式介绍海豹08的内饰。这是新一代的海洋美学 2.0 的座舱设计，它会最先搭载在海洋网的8系的产品上面。它有个官方的名称，这台车它叫海平线的设计。在我看来，这套内饰它就是以大海的海面加海浪作为一个灵感所打造的，所以你能看得到它以比如说驾驶员胸口为一个中轴线，它上半部分是一个环抱式的那种内饰的那种设计，它使用的是一些比较舒展，还有一些比较柔和的一些线条。然后这个仪表台，它是以那种潮汐翻涌的那种形态来做整个的灵感，来做整个的一些贯穿。其实我觉得是挺特别的。然后中控区这一块的话呢，它就是一个2+1的一个布局。2+1怎么理解？就是15.6英寸的大屏，加12.3英寸的一个仪表屏，然后还有一个26英寸的 AR HUD， 可以说整个都是一个那种无缝的一些拼接的一个设计，让整个前排的那种座舱的视野，它呈现出来的效果就是很通透、很开阔的那种感觉。然后中轴线往下呢，就是门板还有扶手的这些位置啊，它都是开始用一些曲线，还有一些造型来营造那种海浪的那种涌动啊，然后一些力量的感觉。然后配合上它上面包括到门的下面全都是包上了一些大面积的一些皮质，你还别说，这个触感跟成本真的是都看得出来了。所以说整个的手感我觉得是很细腻的。然后门板这个位置呢，它下方去设计了一个很大的一个储物空间，它还有个专门的一个放雨伞的位置，而且可以说是很贴心的。另外还要重点说的是，我觉得这套内饰它是用料上很有档次，跟很有自己想法，甚至给我的感觉就是今年的比亚迪真的是开始变化了。因为其实你在这套内饰上面，用料上你是看不到以往我们很熟悉的一些钢琴烤漆了。甚至我觉得这一套整套的内饰的打造，是给我感觉比它的同级别的产品啊，像小捷 S9或者是蓝图追光 L 这些车，我觉得还是来得有特点，更加高档。你会感觉到这套内饰，它是很花心思，花了很多心思去打造的。它不是很仓促赶出来的这么一套内饰。比如说，你知道声控，然后连到两边门把手到后面一整条的这个是什么吗？这是贝母。比亚迪在这台车上面运用了贝母的材质，我真的一开始我都不敢相信这是比亚迪的审美，现在这么有格调了吗？他们的设计师现在都会用贝母的，这是比如说像法国雅宝的手链，或者是劳力士的一些表盘，这些奢侈品大家会用到的一些材质。然后呢，去搭配这个内饰，这一套叫吸光米的内饰，它的灵感来自于海姆狮的一个白沙滩，所以它就是用一种低饱和、柔和还有暖色的一种米白色来去做一个主调，然后去做整个的呈现，给我的感觉或者给大家的感觉看起来就是干净、高级还有细腻的。然后还要再说一下这个水波纹的一个风口拨手，其实整个的做工还是很精细的，因为它配合上全车的一些这种电镀的一些哑光，它不会说抢了整个的主题，但是它又融合的很好，而且它很有档次。看完之后我会觉得，这还是我熟悉的比亚迪吗？看完前排的一些华丽的东西，接下来我跟大家讲一些接地气一点的，给大家演示一下海豹08实用性的一面。
首先我觉得是这个2排的空间真的绝了。前面就是我们驾驶的位置，这么大，坐3个人都完全不是问题。比如说你坐2个人，这里在放一些行李的时候，有外套或者有书包的一个情况下，我觉得大家都能坐得很舒展。而且有一点要说的就是这个2排的脚部这个空间呢，它有一个放脚的一个空间是专门优化设计的。像我今天穿的这种比较厚的鞋，鞋底比较厚的，它依然能整个鞋子塞进去。还有就是有一点要说，2排的这个视野啊，它这个吸柱啊，它是做了一个没有遮挡的那种设计。也就是说，我们经常会看到一些轿车，它的那个角窗会单独的，但是这个车呢，它是融合在了整个车门上面。可以说，从2排的乘客的角度来说的话，它整个开扬感是很足的，配合上这个分段式的那个全景天窗带遮阳帘的，可以说减少大家在2排乘坐的一个压抑的那种感觉。众所周知啊，这是海洋网的一台旗舰的轿车，也就是说，这台车它是在家用之上，还要有那种商务的属性，要追求讲究一些档次还有高贵的体验。所以这台车不仅要在空间，还有像装备以及技术上，它都是海洋网日前或者是接下来最强的一台轿车。首先我觉得第一个配置就是这个座椅，首先是全真皮，第二个是这个沙发真的很厚，而且包裹感很好。它现在全车前排跟后排它都配备了通风加热按摩，而且是10点式的按摩，而且主驾跟副驾都是8项电调。然后我这个2排的座椅呢，它就是类似那种，你看还有个小桌板，还有个扶手，这里还有个屏幕，它就是类似那种头等舱，整个的设计给你的感觉让你有这样的一个体验。而且我这个的靠背是可以电动自由调节的，那你累了之后呢，还可以把下面2侧都有，还可以把那个电动腿部一打开，这样然后就可以休息了。而你在办公的时候呢，这个一放手机一放在这里充电，然后把电脑一打开，已经可以办公。可以说这个2排它是能满足你办公、娱乐还有阅读多个方面，包括休息的一些需求。而且还有一点要说的就是，这台车全车都是双层夹胶玻璃，而且刚试了一下，外面在放音乐的时候呢，我们关上窗户就瞬间安静了。还有这个车全车都是智能电吸门，前排还有个香氛系统，还有这里有一个大容积的车载冰箱等等。可以说冰箱彩电沙发该给的那种优雅尊贵的一些体验，该给的通通到位。另外说一下储物空间方面，海豹08它车内它优化了一个布局，它有40处的一个储物的空间，比如说前排的一些手机槽，然后还有门板的一些雨伞槽，还有它全车还有8个那种磁吸的点位，可以吸那种眼镜盒，还有副驾的一些储物槽等等。反正就是有很多的一些巧思的设计去帮你去塞一些很平碎的东西。另外还有要讲就是这个533升，你看开口很大，而且这个槽很低，它是有个非常大容积的一个后备箱。据他们官方说啊，这里面可以放1个30寸，然后3个20寸，或者是2个28寸以及2个20寸的一个行李箱。也就是说，一家5口人集体出行的话，无论是行李还是琐碎的东西，这台车全都能装得上。哦，对，然后它的 EV 的版本还有一个超级大的前备箱，大家可以期待一下。最后再透露一下，海豹08 2季度正式上市，这台车它会有 EV 跟 DM 的版本，而 DM 版本呢，它会有单电机以及全后双电机的版本。我今天拍的这个是 DMI， 估计是个单电机，但如果它是双电机呢，它是综合功率400千瓦的动力，那有可能据说啊是 DMP 的一个技术，它会搭载 45.36 度的电池包，它这台车的 WLTC 的纯电续航可以做到300公里，而预计它的 CLTC 续航呢会达到400公里，所以它的综合可油可电的一个续航呢会超过1000公里。所以再加上我第1集说的2代刀闪充技术、后轮转向、云辇 A 激光雷达，
这样的规格、这样的技术、这样的设计，还有这样的体验的海豹08，你们觉得它应该卖个什么样的售价呢？咱们评论区再聊聊。